Hello，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来到杰斯的塔罗牌占卜频道。今天为你准备的大众占卜，让我们来预测一下2023年你会遇到的恋爱对象的特质、你的脱单时间点以及对方的星座。无论结果如何，老师都希望你的2023年心想事成，充满甜蜜与幸福。现在，请你静下心来，并在内心默念问题：2023年我会在何时何地遇见自己的爱情，成功脱单呢？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在心里默念完问题之后，请从桌面上选择一张最有感觉的牌卡，从左至右分别是第一组、第二组，最右边是第三组。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每组牌卡的时间，选择好之后点进去就可以聆听了。如果你需要老师为你做1对1的私人占卜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在信息栏里面找到老师对应的联系方式，加我为好友就可以与我沟通了。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？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喽。选择左边第一组牌组的你，我们来接受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是什么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你近期的能量。实际上呢，你现在身边可能会发生很多意外的一些事情，这些事情也许会让你觉得措手不及，也许会让你觉得突然的一种茫然，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解决。但有时候呢，也会得到意外的一些惊喜，是因为你现在正在进行能量转换的状态哦。无论你曾经遇到哪一些事情，或者是怎样的一种能量，宇宙想告诉你，当下呢，你正在把负能量转换成正能量，你正在越来越积极，对于人生有更多的感悟，对于自我有更多的了解认识，同时也在不断的强大你自己哦。可能在近期呢，你很快就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让自己有更多的信心，并且有更多的技巧处理生活中一些麻烦的琐碎的小事情。有没有发现最近呢，你经常会给自己带来一些正能量，更多的欣赏自己，更多的鼓励自己。有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些突然的，比如说广告语啊，或者是突然的一些正能量的话语呀，让你正确的进行吸收，并且呢，也会更多的打通你的智慧。看见你近期越来越美好，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帅气了。你正在脱胎换骨，正在化茧成蝶，那会开始更加的自由，更加的开放，更加的愿意主动性去创造你的幸福，你的美好。那你也愿意呢，更多的去做一些沟通，更多的愿意去表现自己，愿意走出自己的家门，多多的去参加一些活动，多多的去参加一些聚会。即使在自己的学业和在自己的课业之中，你都是可以很好的表现自己的能量的。有时候也愿意去助人为乐啊，有时候呢也愿意去做一些更多人脉的一些拓展，那有时候呢也愿意让自己更加的精神，更加的美好，去参加户外活动，去参加各种社团组织。实际上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谈恋爱就会让自己幸福的。不过现在呢，你会越来越快乐，越来越想去分享你的喜好，分享你的喜悦，所以觉得有一个陪伴呢，一起玩乐，那一起去分享，那一起去共建未来的美好也是不错的。不过也不着急，你是有耐心的，有一个人陪伴是很好的。没有的话呢，那就自己就自得其乐。反正现在呢，你的能量是越来越足，你自己呢也是越来越开心，内心也越来越强大了，不会觉得寂寞，不会觉得空虚，也不太会受到周围人的一些影响。不管是父母啊，还是身边有没有人向你催婚，还是看见自己的同学或者自己的朋友都有结婚生小孩了等等，之前你可能有一段时间是着急的，但是现在呢，没有那么多心思去着急，去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啊，会让自己精神紧张。你会觉得随缘分就好了，顺其自然就好了。所以目前的心态是越来越正，那越来越好的。在这样的一种能量之下呢，看到身边是有人会发现你的魅力是被你吸引的，你正在改变你的磁场哦，从旧的这种重复的生活模式里面呢，变得更加的新鲜，变得更加的有活力，而你的磁场气场呢，也会不断的得到一个提升，自然而然
你就会与未来的桃花进行一个磁场上面的接轨，你就会进入人生新的一个阶段旅程里面，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消息。所以当下身边发生所有的人事物，即使可能在当下你觉得是不开心的，让你觉得不顺利的，不过没有关系哦，经历这些事情呢，你会得到非常棒的一个提升，你也会让自己的心胸呢更加的开阔，让自己呢有更多的见识，有更多的格调，在提升到另外一个磁场状态、能量状态之后，你的恋人就会出现了。新的恋情呢，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，很快让你心动的人就会喜欢哦。而这份情感里面最刚开始呢，是从单相思开始的。也许双方对于对方都是有好感的，不过呢，一个人会更加主动一些，一个人会更加被动一些。那大家可能对于这份情感有一些羞涩，那有一些不自信，对于未来呢，可能也会想的稍微比较复杂一些。宇宙指引你哦，下一个你遇到喜欢的人，实际上他也在默默的关注着你，不要放弃，不要自我怀疑。你们之间呢，很可能有共同的朋友，也许是经过朋友认识的这样的一个人，通过中间的这个人呢，去让你们有更多的联系、更多的互动、更多聚在一起的状态吧。这样的话呢，会提升两个人有更多的了解、认识，然后铺开你们的情感，发展你们的感情的。而这份情感呢，好消息是，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恋情，两个人是非常认真的，是想进入到负责任这样的一个能量里面呢。那它出现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夜晚，你们是在晚上相遇的，并且有可能是在冬天进入到爱情角色里面的。也许你们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认识、去接触，但是是在冬天确立的感情，也有可能你们是在冬天经过朋友建立的情爱的缘分。那么它出现的地方呢，我们这边出现了女祭司和圣杯九这张牌卡。有可能你们是相遇在安静的地方，或者是秘密的地方，比如说私密的社团啊，或者是很私密的组织，或者是在图书馆、考场之内这样的一个安静的环境，也有可能是在酒吧、俱乐部、夜店、餐厅，有会议、有酒杯、水杯的地方。所以有的朋友是在安静的地方认识到的对方，有的朋友呢，可能是在很热闹的场所，但是无论是在怎样的一种场所里面，你都是会跟你的友人一起接触到的他。那这个人他的星座、性格特质，你是否是会喜欢呢？看到他的星座呢，很有可能是天秤座、双子座、白羊座、狮子座、射手座，请同时参考太阳、月亮、上升星座。这个人他的想法实际上是蛮多的，特别喜欢人与人之间有很顺畅的交流，很顺畅的沟通，在智慧上面呢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的。他目前呢正在寻求一种更安静的生活。这个人的外表呢，你会感觉有些酷。那长相呢是比较标准的，身材呢并不是很矮，并不是很胖，是有标准身高偏高一些。然后呢是比较标准的身材，他的表情给人一种冷静、不争不抢、心平气和的能量。这个人跟他相处的话呢，是很舒服的，因为他不喜欢陷入到这种争斗啊、矛盾啊、对立的情况之下的。他是希望任何事情都和平解决，不要有任何的冲突，所有人都获得利益是最好的。他喜欢简单的生活，不喜欢特别热闹的地方或者是人群。他希望自己的生活节奏呢，是在一种比较安静、比较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空间、时间的能量之下的。这个人特别注重睡眠的质量，一旦睡眠不足，他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，他的心情就会很不好。所以他的家呢，一定是安静的，
一定是给他很多安全感的。除此之外呢，他是一个很有爱心、很善良的人。你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比较舒服，没有太大的一些激情或者是兴奋感，就是很深情的、温暖的能量围绕着你们。这个人有时候呢，他的想法可能会比较多，想的是可能比较复杂的，在感情里面需要更多的一些踏实，更多的对方一些爱的表达，他才会感受足够的爱、足够的信念、足够的美。有时候呢，他比较敏感他可能是会担心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是一个有后顾之忧的人，可能没有办法很足够的享受当下。任何事情呢，他都会注重一些安全，希望自己可以有足够好的一些计划。如果没有自己的计划规划的话呢，他可能就有一些抓马，可能就出现很慌张的能量，会感觉到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，没有办法去应对。如果出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争吵的话呢，他很不喜欢，他容易情绪激动，不知所措，所以他要么就是逃避，要么就是留下来跟别人争吵。实际上，他内心是非常不愿意的，他是追求和平的能量的。这个人并不是很容易信任别人他内心呢是有一些自我保护的能量，并且有一些防备之心的，害怕受到伤害，害怕受到欺骗，所以他一定会用一长段时间去跟别人进行联系沟通。如果这个人不可信的话，他就会草草收场，尽早离开。如果这个人呢，值得他信任的话呢，他是会给予足够的时间去陪伴、去奉献、去妥协的。所以会是有比较高的爱情标准，有比较高的自我价值观念的。同时，这个人也有非常强大的精神，他渴望自己在所有的领域里面获得成功，并且呢，是有一定的创造力、一定的想象力的。一旦遇到自己非常热情的事情，他会不顾一切，无论会遇到多少的困难，他都会坚持不懈的。所以，往往呢，在他的人生之中，会有一些惊人的成果，经常会有一些新鲜的创意、新鲜的想法。他的头脑呢是非常敏捷、非常灵活的，他也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。其实他长得是不错的哟，是有一些气场，并且有一些感染力的。这个人呢，不论他是男生女生，他都是有国王一样的品质，是一个比较出众的人。把他扔在人群里面你很容易第一眼就看到他。除了说他的气场之外呢，除了说他的长相之外呢，他打扮呢也是比较出众的。他是有强的竞争力和雄心壮志的，希望自己可以独树一帜，希望自己呢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。那有一些男性刚强、公正、自律这方面的能量所在的，有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自负，会比较好斗，但是因为对自己还是充满很多的信心，做事情呢他也喜欢负责任，他也希望得到别人大量的关注，他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有领导角色的一个人。在他未来的职业生涯之中，他很可能会进入到高层领导工作，也可能会在政府工作，也可能会自己从商，也可能会自己从政，或者是从事房地产、保险业以及购买修复财产业务这方面的。他是希望自己处于一个完全可以控制和高级管理级别的一个人。这个人是天生的领导者，他身边是有人崇拜他、敬仰他、追随他的。他也很注重自己的形象，注重自己的名声。所以你会遇到一个比较伟大而且很有能力的一个对象者。这个人呢，你千万不要对他有任何的撒谎因为他很容易戳穿谎言，他很容易看见真相。
而且呢，他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，可能他的幽默感并不是很强，或者并不是很开玩笑，对自己对别人都是有一些高要求的。但是在感情里面呢，他希望建立一段忠诚的关系，所以会是一个比较靠谱，而且呢，会尽力让自己更加正能量的一个人。当然他身上肯定也是有缺点的，不过还好呢，他会有很多自我的一些要求，他会去更加的专注自己的优点，避开自己的缺点的。你跟他在一起呢，你也会有很强的一些提升哦，让自己呢生活习惯上面的一些坏毛病啊，或者是有时候语言沟通上面一些不畅的一些语言没有营养的话语呢，他可能都会去纠正你哦。忠言逆耳嘛，跟他在一起，你也会更加的强大，你也会更加的独立，你也会在性格上面有所磨练的。好，继续。那你跟他会是怎样的情感模式呢？对，你跟他在一起哦，你会变得更加的开放，更加的大胆一些，会更多的无所畏惧，不会太过于的担心未来，而你就是享受当下的。你跟他之间实际上是有一些互补的能量的。我们这边呢，出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一个死亡牌卡的逆位代表着再续前缘，可能你跟他是有前世的缘分，或者是在今世之前你们就是有一些接触的。但是在今年可能下半年的时候呢，你们再一次相逢，或者是突然进入到一见钟情，突然看对眼，又希望建立情感这方面的能量。有的朋友可能你这个新的恋人他是你的旧情人，或者是你的旧朋友，他重新进入到你的生活之中，然后你们再一次的沟通，再一次的有更多相聚见面的时刻，再一次相聚之后呢，会发现其实他是很适合你的人，其实你对他仍然是有情感的。之前两个人因为某种原因是沟通中断了，所以两个人会重新去建立情感，会治愈之前的伤口，或者是去解决你们之间出现任何的一些障碍，任何的一些问题。而这个人呢，他这一次会非常的珍爱于你，非常的珍惜你，并且非常的尊重于你。所以在这种熟悉的能量之下呢，你们又对对方怦然心动了，很明显的就有一种情不自禁的亲密感，想跟他有更多的亲密啊，更多的暧昧啊，更多的一种不厌其烦的交流。那对另外一部分朋友来说，这个人可能是你前世的某一世，就跟他有一些缘分，在这一世呢又相遇，所以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就是有非常熟悉的感觉，感觉很久很久以前就见过，或者是很久很久以前就认识过。在见面的时候呢，你会感觉到很心跳的能量。有一种很强的情感能量，你愿意跟他参与到一段爱情关系里面，你也愿意避免任何消极的、浮躁的想法。也许这个情人呢，他来的是比较慢的，也许这段情感哦，在疫情之前就应该出现了，不过它有一些延迟到来的爱情状态。你们两个人在看对眼之后呢，会慢慢的进行发展，慢慢的进行接触，不会太快的去投入到感情里面，所以感情的地基打得还是比较深的，而且给予对方呢蛮多的一些保护，蛮多的一些照顾，还有蛮多的一些治愈疗愈的能量的。跟他在一起呢，你感受到非常的满意，你也感受到自己内心呢充满了小鹿乱跳的激动感，同时你也愿意去跟他修成正果，愿意去一起克服困难。亲爱的2023年你会再续前缘，非常棒的讯息，请你好好的期待吧。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，祝福大家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喽，拜拜。
亲爱的，选择中间牌组的你，我们来接受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情感讯息。那首先，我们来检测一下你当下的状态，跟你进行一下连接。如果这个连接是你50%的可能生活性，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往下听。如果完全不对的话呢，请你跳脱出去，重新进行一下选择。首先，第一张牌卡代表着路障，可能在你的桃花运势上面，当下呢有一种中断的能量，并不是非常的顺畅。有的人呢，可能是进入到全无的情感模式，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人，好像身边呢也没有遇到合适可以发展成为恋人这段关系。那内心呢是给予自我更多的一些自由，更多的一些空间的。有的朋友可能是心中有某一个期待的人，有喜欢，但是好像目前呢还没有很强烈可以发展的能量。对对方呢没有太多的一些认知，那对方可能对你呢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情感上面的交流，所以现在呢好像还没有办法去尽快的脱单。不过没有关系哦，你现在呢正自带皇冠。不会消极，内心是充满耐心的，会觉得在自己单身的时候呢，就好好的享受生活，让自己自由自在的、快乐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那现在呢，没有任何的约束，也不需要去给别人报备啊，那也不需要去在乎别人的感觉，只要是遵从自己内心喜欢的事情，都会想去体验，都会想去尝试，而且也不会因为自己是单身就出现怀疑自我，然后降低自我幸福价值感的事情，反而是头戴皇冠哦，让自己更加的自信，让自己更加的积极，好生的保养自己。该锻炼的时候呢，就去锻炼，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啊，那自己也去健一下身啊，让自己的身形、身材、肉体更加的漂亮，同时也会去保护自己的皮肤，也会去做一些美食，慰劳一下自己。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呢，其实是蛮积极的，而且自己也是蛮开心的。有时候呢，可能也会进入到一种灯红酒绿的生活里面。去加入到热闹的派对呀、热闹的聚会呀，或者是跟家人们更多的一些聚会，所以人际关系呢还算是比较开心，还算是比较和谐的。不会因为单身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孤单、非常寂寞，然后非常的悲伤的能量，没有。该玩的时候就去无所顾忌的玩，那该去放任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去放任。有时候呢，产生一些暧昧啊，或产生一些调情啊，也无所谓，会是非常开放的能量。因为你很享受生活中的小美好，你是享受当下的生活状态的。这种心态呢，也特别的好，可以看到你会像萤火虫一样哦，会好好的爱你自己。无论你现在生活是哪一种情感色彩，你都是接受现状的，并且也是可以有闪亮的小光芒，也是可以让自己足够的美丽、足够的帅气、足够的去表现自己的。这种心态呢，自然而然看到桃花运势哦，正在回来的路上。不会是爱情不到哦，而是可能爱情会迟到，而是你自己呢正在调整自己的气场，调整自己的状态。你现在呢，会先是学会爱你自己，你先懂你自己，先了解你自己，先想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恋人，自己适合什么样的恋情之后，宇宙才会派你爱的人以及爱你的人出现在你的身边哦。因为你正在实现自我的价值，你正在给自己的爱情定标准，你也在去设定自己的爱情观，设定自己的婚姻观。在你确定学会爱自己之前，可能不会出现你的爱情，因为即使出现了，你也会茫然不知所措，内心呢是没有坚定的决心、坚定的信念的。但是当你懂得自我爱的能量之后，你是可以去把你的爱分享给别人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就会出现好的桃花，让你尽可能的去开花结果。这也是宇宙爱你的方式。另外，好消息就是下一个爱人将是你的灵魂伴侣，
会出现一个人跟你共同的去培养你的兴趣爱好，对于你喜欢的事情呢，他也会喜欢，你们之间的关系充满很多的趣味。同时呢，你们也会有很多说不完的话，无论是天南地北，哪怕是你今天在自己的同事之间发生任何不开心的小插曲，你讲给他听，他都是愿意倾听，并且是与你交流的。他对你非常的好奇，想知道你每天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跟你在一起呢，永远都是舒服自在，好像又放心又安心，有足够的相同的能量频率，你们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他对你有很多的认同感，而且他很容易懂你，他也希望去投其所好。你们之间是很互相信任，并且有十足的精神交流的，就是两个灵魂在一起的状态哦。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呢，你完全是在做自己，你不会因为对方去妥协、去改变、去适应。你自己喜欢吃什么，喜欢玩什么，喜欢说什么，喜欢做什么，就做真实的你自己。他总是会尊重你，总是会喜欢你的，非常的奇妙这份缘分。而且你们的关系一天会比一天更加的牢固哦。你们之间的情感纽带呢，是不断的加深和增长的。即使周围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八卦呀，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讯息，你都愿意坚定你的灵魂伴侣，没有任何人去可以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。你对他是非常忠诚的，他对你是非常信任跟忠诚的，直接会讲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觉，不会有任何的隐藏，不会有任何的包装，不会有任何的谎言。两个人都会更多的鼓励对方，更多的欣赏对方，并且去让对方变成更美好、更独立、更自由、更快乐、更幸福的人。这是非常棒的缘分，而且你们两个人是有非常强的吸引力的。从第一次见到面的时候呢，就深深的被对方的样貌、被对方的气质、被对方的灵魂所吸引了。并不是肤浅的喜欢，而是很有深度的感受到这种情感的能量，记住对方的样貌，记住对方的气味，记住对方的所有的一切。即使你是一个记忆力非常差的人，但是你在什么时间跟他在什么地方相遇，相遇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感觉，你都会记住一辈子的，非常奇妙。另外呢，还可以看到你们两个人会进行非常诚实的相互讨论的，给予对方更多灵魂上面的一些治愈。两个人不会对对方的个性或者是坏习惯视而不见哦，除了更多的包容对方，也会积极的去修正对方身上的一些缺点，愿意进入到感情之中，为了对方，为了自己，成为更美好的人，会更加的激励你自己。即使有的朋友可能在曾经的感情中有一些不诚实、不尊重，或者是跟很多人调情，或者是有一些缺乏诚信、滥用药物这方面的一些缺点的话呢，在跟对方在一起，你自己就会去做一些改正。也许你曾经有喜欢喝酒的习惯，或者是有喜欢抽烟的习惯，但是跟对方在一起，你愿意去戒烟戒酒，你愿意去更多的运动，更多的阳光，这就是灵魂伴侣的意义，这就是下一段恋情呢，会给你带来满满的正能量，会让你更加的自我爱，也会让你更加的自律的。而你们相遇的时刻呢，很有可能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有可能是在夏天那一个充满户外活动的季节，很可能是在10个月之内，你就会遇见自己的灵魂伴侣，非常好的消息。除此之外呢，你们两个人在情感之中，有可能是通过有的朋友是在现实之中认识的，有的朋友是在网络之中认识的。你们两个人是有相同兴趣爱好，是有相同的价值观、相同的人生观的。即使在当下认识的时候，
是有一些思想角度的不同，但是非常的认可对方，愿意去倾听对方的一些想法啊，愿意去打开自己更多的一些格局，所以两个人是非常相融合的，是可以很快找到同一个频率，然后去做情感的发展哦。而且你们两个人在进入恋情之前呢，是有一长段时间去联系，去建立情感很深的基础的。跟对方在一起呢，总觉得时间不够，随时都在联络，那随时都充满着希望，充满着期待的能量。两个人在未来还会一起去培养很多共同的一些体验，去做大家都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去大家都没有去过的地方，增加更多的回忆，增加更多的乐趣哦。而你的灵魂伴侣，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可以看到他的星座呢，很有可能是天蝎座、巨蟹座、处女座、金牛座，请同时参考太阳、月亮、上升星座。他是一个比较缺少风元素的一个人，所以不会是很注重想法，那很注重头脑风暴，想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人。这个人呢，更多的是注重感觉，注重直觉。不会有太多的后顾之忧。有时候呢，他可能不太过于的理性，不太过于的现实，是一个很注重情感，有时候会有一些幻想能量的一个人。他并不是非常的注重金钱物质，他觉得获得足够的金钱物质，让自己的生活在一种小资或者舒适的生活水平就好了，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交换金钱。他觉得人生是应该自由的、快乐的，而不是有钱的，应该是更加休闲的。他会觉得金钱就是时间来交换的，所以他会给予一部分的时间来交换，但是不会让自己有太多欲望上面的这种发展了。他喜欢在自己的人生中找到更多的意义，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令自己的满意。有时候呢，可能他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，有时候呢，他会去放纵一下自己。但是他是一个善良的、可爱的、单纯的人，他非常的善解人意，并且呢，也会给别人足够的关怀、足够的体贴，会是把别人的利益放在心上的人。这个人脚踏实地，是值得信赖的，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非常的可靠，言出必行，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。同时他也并不是一个语言上面天花乱坠哦，但是行动上面不去做的一个人。他实际上呢是有服务精神的，对于自己很爱的人，比如说自己的家人啊，自己的好朋友呢，他都希望大家都是比他成功、比他幸福的，因为他觉得周围的人快乐幸福了的话，他自己也不会差。而且看到身边的人都是很开心的，脸上充满笑容的，他自己内心呢也会非常的幸福感哦。他愿意为了自己的恋人去端茶送水啊，去洗衣做饭啊，会愿意去做很低下的服务能量，但是他觉得这是他幸福的，他可以给到别人快乐呢，他自己也会快乐。另外，他非常注重家庭哦，他是有比较强的家庭观念，而且是很孝顺的一个人。这个人他也是很深情的人，他是很专注自己的爱情的。一旦遇到自己全身心爱的人的话呢，他可以把自己的全世界都奉献给对方，把自己的肉体、把自己的精神、把自己的灵魂都奉献给对方。除此之外呢，他是一个非常浪漫和内心充满着乐观、积极、快乐的人。他是有很强的爱的能量的，你会感觉他非常的温柔，非常的包容，不太喜欢争吵啊，或者是出现矛盾，尽可能的他会忍让。最后呢，我们这边出现了隐舍这张牌卡哦，他是内心比较成熟的一个人，
他对于物质的理解，他对于人生意义的理解，他对于情感上面的这种宽容大度，都会超过于他的实际年龄，所以心智非常的成熟，可能是一个老灵魂，非常注重爱情精神世界，远超于物质世界。这个人喜欢阅读，喜欢写作，喜欢听音乐，那喜欢寻求内心的光芒。他会花很多的时间进行自我独处的。他不认为自己是孤单，只是独处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他会不断的去反省啊，或者是花时间在写作、在阅读之上。他是一个在孤独中茁壮成长的人。他也希望呢，自己的文化修养素质会不断的提升。也许这个人有时候是一丝不苟的对自己过分的挑剔，但是对于周围的人呢，他还是比较大大咧咧，给予别人足够的自由的空间时间的。所以在爱情里面，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非常的安心，他也会给你足够的时间去陪伴你的。你们相处起来呢，是一种顺其自然、细水长流的能量，会觉得是很靠谱的一个人。那你们之间的情感，宇宙给你们的讯息，在这份情感里面呢，很可能是从暗恋开始的。也许一个人关注另外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去表白哦。也许他的年纪是比你大几岁的，所以他不想太过于的激进，也不想给予这份情感太多的压力，希望缓慢的、循序渐进的去培养你们情感的基础，让两个人有更多的欢声笑语，让两个人有对对方更多的认知，放下这种防备之心，对对方有更多的这种信任。当他确定你是可以追求，你是愿意跟他有发展之后，他才会去做主动的一个表白哦。其实你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你并没有对他很多的一些关注，你觉得有太多的不可能性了，你觉得他并不是你爱情的这种标准，你是在一种自得其乐的能量，对于周围的人事物呢，没有太多细心细腻的去观察，更多的专注度在自己的身上，觉得开心一天是一天，享受当下。所以这个人会被你身上的这种快乐、这种无忧无虑的能量所吸引，所以他是会把这份情感先藏在自己的内心里面的。他对你是有很多的想念，并且也会偷偷的去关注你的社交媒体，去了解你喜欢吃什么，喜欢玩什么，你的人生状态是怎样。所以在一长段时间的默默观察你之后呢，最后他鼓起了勇气向你进行表白，向你进行邀请。在当下你并没有立刻的接受，但是你没有去拒绝，你是想着给别人一个机会，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。那如果没有办法进行恋情的话，也是可以好好的成为朋友，大家一起玩乐的。所以在这种很开放的心态之下，你越跟他接触之后呢，越发现，诶，两个人实际上是一路人，越来越喜欢对方。所以亲爱的，这份情感哦，是从暗恋开始的。如果有人要邀请你的话呢，你是多多的去接受这些约会的请求吧，在其中就有你的灵魂伴侣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。2023年情感你会非常丰富，你自己也会很有魅力的。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，拜拜。Hello，亲爱的，选择右边第3组的你，我们来看一下当下宇宙会给你哪方面的讯息。首先来看一下你当下的情景状态，如果有一半对应到的话，那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占卜讯息哦。如果完全不是你的话呢，那可以跳脱出去，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。首先，你现在是蛮有世界观、蛮有大格局的一个人，想法是比较开放的，你愿意去接受跟你不同类型或者是不同价值观、不同生活环境、不同教育背景的人。你会觉得地球那么大，一定要多去走一走，多去看一看，去见一些世面，不希望从一而终的只生活在一个地方。同时在互联网上面呢，你也会更加的开放，通过互联网去展示一下自己，去吸收一些知识，或者是认识更多的朋友。所以你不介意出现异国恋，也不建议是
出现年龄差距的感情，也不建议是异地恋的情感，也不建议是网恋，因为你觉得一切事情、一切缘分都是有可能的，你迎接任何事情的发生，其实这种心态是蛮好的。但是呢，你也有条件，在进入到新恋情之前，你希望跟对方都是建立比较深的情感基础的，两个人有更多的认识，更多的了解。你们可以是有不同人生经历阅历的人，但是至少两个人性格是可以磨合的，两个人是可以建立长期稳固的情感的，那种三角恋啊，或者是短暂的激情啊，或者是不靠谱的情感你都不想去选择，因为不想去经营，花这样的一个时间精力去浪费在无结果的情感上面，或者是短暂的暧昧上面，不如把这个时间放在自己的身上，多去旅行啊，多去走一走，看一看。所以现在的心态呢，也是比较独立的，而且也有自己的一些设定，自己的一些目标。你希望可以选择或者是去塑造从一而终的恋情，即使相遇的时候两个人可能有很多的价值观、世界观不一样，或者是文化教育背景完全不同，看事情的角度也完全不同，你觉得没有关系，至少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可以是共同的去融合，可以发展出共同的人生目标，共同的一些想法，一些未来的人生计划，一起去商量，那一起去不同的地方走一走，可以不太固步自封，这是你期待的。如果两个人齐心协力的去创建你们的未来，并且一起去享受幸福的人生，享受生活，那是你最期待的状态。不一定说非要结婚，或者是非要生小孩，或者是非要对方有很好的物质条件，那非要去买房买车，其实你觉得这个并不是很重要，最主要的是两个人在一起呢，心是在一起的，两个人在一起是快乐的、幸福的，也许没有很多的金钱，生活呢不够足够的奢侈，但是至少两个人是平安的、健康的，那互相取暖、互相支持，并且互相欣赏、尊重的，那就是一种美好。你现在的心态呢是比较大气的，所以宇宙告诉你，你的下一个恋人呢，应该如你所期，应该是可以陪你走到人生尽头的人。你们两个人会去搭建相同的价值观、生活观、爱情观跟婚姻观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兆头。而你当下的能量呢，也是蛮积极、蛮正的，挺好。所以在这种能量之下呢，很快就会出现那一个对的人哦。当遇到他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一切的等待都是非常值得的。宇宙告诉你，你和你的下一个恋人，你们是有前世姻缘的，因为在前一世，原本相爱的两个人，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成功的走到一起，带着这份遗憾和残念，到了这一世，你们两个人又兜兜转转的重新相逢了。而且在相遇之后呢，会觉得两个人的性格脾气、为人处事、待人接物的方式方面都存在着很多共同的地方。虽然可能你们生长的环境、教育不同，但是很容易去肯定对方的想法，很容易吸纳对方的一些智慧。同时，两个人在接触和相处的过程之中，会发现你们彼此的默契感特别的足，很多事情即便没有说明，也能够通过对方的一个眼神或者是动作，窥探到对方的真实想法，很容易懂对方。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呢，也很少出现一些摩擦呀，或者是纠纷。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进展实际上是蛮快的，是一种一拍即合的状态。除此之外呢，也会心与心之间的沟通。两个人会讲出自己真实的一些想法，即使对方有让自己不开心、不满足的地方，也不会去虚假的做作，会直接的、委婉的讲出来。即使讲出来，当下对方可能并不是很舒服，但是很快就会接受，很快就会看到自身的不足，
会为了对方呢，大家去做更多的包容、更多的理解、更多妥协的状态。而且两个人相处起来呢，特别的舒服。最重要的是，有时候你们两个人一起去，用餐或者是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，突然会脑海中浮现出一些画面，感觉好像在遥远的记忆深处，两个人早已认识了，或者是突然觉得这一刻我们之前有做过，我们之前有经历过的，所以非常幸运的是，在这一世之中呢，你能够遇到你的前世恋人，并且大家可以重新进入到恋情之中，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。那么宇宙呢，也希望你可以注重一下业力关系。无论最后结局如何，希望在这份情感里面多一些奉献，多一些爱的能量。你们本来缘分就很深，请用心经营的话呢，应该会建立持久的恋情哦。在2023年的夏天以及秋天这2个季节，你的桃花运势是最旺的，很可能在这个时间呢，就会遇见你的 Mr. Right， 而你们2个人有可能是从远距离恋情开始的，也许是通过网络，也许是通过社交媒体，也许你们是在同一个地方，但是有完全不同世界观的人，你们2个人有蛮多的时间在手机通信上面进行思想交流的，2个人有说不完的话语哦，有很多的沟通。他对你呢是有很多的好奇心，你的很多观点、很多想法跟他曾经接触过的人都不太一样。而你对他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好奇，所以2个人在思想上面有很多的一些拓展。他非常认真的倾听你的话语，双方对对方呢都充满着很多的新鲜感，充满着很多的活力，并且得到精神上面深层次的交流的。那这个人到底他是什么星座？他是什么性格呢？我们这边感受到他是狮子座、射手座、水瓶座，当然请同时参考太阳、月亮、上升星座。这个人并不是很现实的人，对于金钱物质他没有太大的渴望，对于事业的成功他也不建立在要成为经理呀，或者是要做老板啊，要有很多的金钱堆积成来的成功。他觉得人生的成功呢，就是自由自在、开开心心，并且平安健康的，想去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都是有足够的时间的。另外呢，他也不会感情用事，不会过于在情感里面敏感，更多的是喜欢这种放任、信任、忠诚的感情，不要有任何的约束，不要有任何的改变。在人生之中呢，他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见地，是与众不同的一个人，同时他也不受到别人的影响，不受到社会风气呀，或者是社会规则的捆绑，是有自我幸福价值感的，是有自我人生的一些梦想，并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，他也会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也会去表达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希望、自己的梦想。有时候呢，可能会被自己的父母啊，或者是身边的朋友误会，但是他是精神世界特别成熟的一个人，而且他也会注重灵性的发展，他是有自己坚持的信仰的。也许他属于比较小众的一类人，他是有常识的一类人，他是靠着自己可靠的知识来支持自己的信念的。当然他可能也会给别人一些影响，希望别人可以对抗他自己的无知，那对抗政府啊，或者是社会的捆绑，他是有坚定的决心的。这个人呢，他并不依赖社会制度，他也并不是弱势群体，实际上他是很相信社会就应该公平公正的，每个人都应该是保持善良的，不应该被政府给洗脑或者是控制。他没有太多的奴性，非常向往自由，同时他也在自己的人生之中希望拥有更多的知识、更多的技能。
他可以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压力、很多的反对，或者是很多的竞争。他非常明智的生活，非常明智的判断跟选择。如果他要追求金钱的话，实际上他有很多的技能去创造财富，但是呢，他并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，他是一个很有人缘，那也是很有自信，并且很明白自己是谁，自己想要什么东西，想要怎样的一个人生的人。他是很被别人尊敬跟崇拜的，有时候他说的一些言语呀，他做的一些事情，让别人觉得他其实是蛮通透的一个人的，可以给别人一些很好的建议，可以给别人一些很好的治愈、疗愈这方面的能量。实际上，他很坚强，也很勇敢，并且有足够的能力去克服一切困难。这个人是越挫越勇行。他是一个得到公众认可和家人崇拜的人。这个人呢是蛮乐观的，而且很有冒险精神。他爱自己的家人，爱自己的朋友，爱社会，爱生活，爱地球，是有环保主义这个能量的。同时呢，他也有感激之情。他也很仗义，很重情义。如果有别人帮助他的话呢，他一定会给予足够的回馈。人家对他好10分，他会12分的回馈。如果别人对他坏的话呢，他就会离开这种负能量的场所，离开小人，而他拒绝当小人去跟别人竞争这样的一方面。这个人是平易近人，而且非常友好的，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形象、外表、素质、修养，也是有好名声的一个人。他个子呢，应该还算是标准偏高的，算是一个长得不错的人。他的身材呢也不会很胖，也不会很瘦，算是标准。有的呢是比较微胖，总之看着是非常的舒服，而且他也经常微笑，希望给别人带来好的感觉。这个人是有无限的潜力来实现他自己的目标和愿望的。他是一个永不放弃的人，也是一个永不投降的人，是有耐性和韧性的。从长远来看，他总是会得到自己想要的。只要他坚定的信念，他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他非常保护自己的家人，很孝顺，他也很在乎自己的爱人，愿意通过自己的能力去照顾自己的家人。这个人非常的聪明，而且他也健谈，懂得语言的魅力。有时候他可能比较固执己见，有时候是有一些好胜心的，但是他非常的精神，非常的有活力，也愿意去表现自己的优势。在组织聚会之中呢，你会看到他表现得非常的活跃，因为他希望受到别人的关注。这个人的思维非常的敏捷，走路也是比较快的。他不喜欢拖延症啊，他不喜欢不守时啊，他不喜欢慢性子。他是一个蛮有魅力的人。当你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呢，你觉得他的外表、他的气场很吸引你。在有更多的认识之后呢，你很欣赏他的性格，并且多多少少有一些崇拜他哦，所以你非常非常的喜欢他。好，接下来宇宙给你的讯息是：在传统的思想里面，我们总是把爱情和婚姻牵扯到一起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并不是所有人的恋爱都是为了结婚。有些人恋爱是为了结婚，但有些人恋爱就是恋爱，不想结婚。你和你的下一个恋人呢，你们是经营爱情长跑的状态哦，你们只想谈恋爱，不想结婚，用最单纯的爱的模式，两个人有足够的激情，有足够的兴奋感，是很持久的情感，并且不但是恋人，还是知己，还是好朋友。有任何心底真实的一些想法，都会共同的探讨，都会诚实的讲出来。所以你们的爱情模式是比较新型的，是比
较年轻化的，没有太固有的旧有的一些模式。因为对于你们来说，恋爱的终点并不是婚姻，你们可能会选择同居，你们可能会选择成为丁克族，你们可能会选择远离家乡，去很远的地方去发展、去生活。对于你们来说，只要两个人相爱，只要两个人是情投意合，那有共同的兴趣爱好，有共同的话题，可以生活在一起，没有任何障碍的话，那何必一定要去结婚，要去拿一张社会所承认的纸呢？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是法律的保护啊。其实现在也不存在于法律的保护，就是相爱的时候就在一起，不相爱就不要在一起，何必去耽误对方，最后又要去上法庭，又要有很多复杂的事情。而且相爱的话是两个人的事，两个人可以甜甜蜜蜜的，很多的浪漫罗曼蒂克，但是结婚之后呢，就是两个家庭的事情，就是要去经营4个长辈，也可能要有小孩等等的，又可能会有三姑六婆啊、亲戚啊等等很多复杂的一些事情。两个人是不愿意去经营很麻烦的情感，陷在那种旧社会的思想里面的。举个例子，那现在是过年的时间，可能即使过年都是各回各自己的父母家，也有自己各自的朋友社交圈子呀，有各自的梦想，没有什么男主外女主内这方面的想法，两个人都特别的独立，而且都特别的自信。这种相处模式其实是特别好的，可以看到呢，你们两个人其实是非常相爱的，并且会建立相同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。两个人不会因为没有结婚，内心就充满着这种怀疑或者是不安全感，反而是因为没有结婚，两个人的爱情维持的更加的长久，不会有亲情的捆绑啊，不会有很多一些情感的束缚，也不会要求对方去更改一下生活习惯，那一定要去做各方面的妥协。在这份情感里面，当然也是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的，但是有惊喜也有惊吓。不过遇到惊吓的时候呢，两个人是可以齐心协力的去克服很多困难的。你们两个人的爱情相处模式是大多数人不认可或者是担心的，但是对于你们来说，你们自得其乐，你们就属于小众的那一波人，你们就属于思想非常时尚前卫的那一波人。那么你们到底幸不幸福，只有你们两个人相处才知道，实际上是最简单最纯粹的爱的能量，没有任何的事情的干扰。对于父母来说，对于外人来说可能是不太理解的，但是你们自己是很欣喜很幸福的。所以宇宙鼓励你，请不要担心，坚持你自己的原则，坚持你自己的人生目标，享受生活，感受生命，开开心心的就好了，不用被一些旧的传统的思想所捆绑。相信你跟对方呢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的，即使你们有部分人没有在这份情感里面经营到最后，但是呢都有他一直在关注着你，祝福着你。你有任何需要他帮助的话，你开口，他都会去尽力所为的帮助你。所以是很长期的缘分，所以也是真正的很深情、很美好的缘分的。好，亲爱的2023年的夏天、秋天，请尽可能享受你满满的桃花运势吧。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，祝福大家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喽，拜拜。